世界那么大，感谢你可以看到我。节目开始前，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签诗是一个不透过任何外力介入，让每个人直接与神明沟通的方式。对于签诗中的天机与启示，你看懂了多少？签诗藏有什么秘密？求到下签怎么办？让我们一起来探讨。求签的奥秘。求签是一种不花钱但又最容易得到真正解决生活烦恼的方式之一。毕竟求签是一种直接从神明获得的指示，不透过任何中间人，使人与神最简单的直接沟通。对于求签，我们常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去庙里拜托神明登入，可以查询老天爷版本的万能未来宇宙网路，帮我们查查我们的未来，指点我们生活的方向或困难。求签是寻求先知的指点，如果你肯用心去体会，其实求签是一门很科学的过程，并不只是单纯的统计学几率问题，我们也可以用很科学的方式来解释。不同神明查到你的资讯来源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平常使用的 Google 只能够搜寻到已经发生的事实，而神明在使用的网络搜寻系统是可以查到未来任何事件的未来版本宇宙网路。只要用这样的概念去推想，就能知道求签这件事的准确性了。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人类的科技虽然日新月异，但人类所知依然是很有限的。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这世界包括整个宇宙，甚至是不同的空间纬度，有太多我们未知的领域。信仰不应该是迷信，而是让我们能真心体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很多事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好比空气，我们看不到，但却真实的呼吸着。求签寻求上天指点迷津也是如此。当我们踏入庙宇，为什么会看到神像？因为多数人都相信眼见为凭这件事，因此神明需要有塑像，这样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去理解求神拜佛这件事。求签要讲什么个资？首先求签一定要报姓名，要让神明知道你是谁，向神明说明来意，才能查询你的资料，进而给予解答。但这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甚至可能有出生年月日都相同的人存在，因此我们要提供更多能确认你是谁的个资。因此通常在求签诗时，除了向神明禀告你的姓名、生日外，也要提供地址。就算同名同姓且生日都相同的人，也不可能住在同一个地址吧？提供姓名、生日、地址，这三个算是最基本的个人禀告。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一定要提供农历生日吗？其实随着时代演进，现在很多年轻人往往根本不知道或不记得自己的农历生日，所以求签诗直接给国历、身份证件上的生日也是可以的。老天爷版本的未来 Google 系统是很强大的，加上神明都很慈悲，不会因为这点小问题就导致给签不准确或不开心什么的。最重要的是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心诚则灵。求签的基本礼仪。首先，签筒一定要保持签支数量的完整，这样每个人求签的签诗数量才会是相同的。有的寺庙信众很多，神明关照每位信众的时间较有限，所以支缴的时间不需要花太久。求得签诗后，在看清记住签支号码后，就要立即放回签筒，让神明和其他信众们可以继续运用。因为其他信众也很可能要被神明恩赐同一支签，所以切记不要把求到的签支拿在手上请示神明，只需要向神明禀告你求到的签诗号码即可。保持签筒中签支数量的完整，将心比心是最基本的求签礼仪。另外在支缴时，如果一直没有答案，通常都是信众所问的问题不够清楚或明确，
或所求有矛盾不合理的地方，神明也难以允诺。另外，如果信众在所求之事上本身也有不对的地方，神明也会有不便给签的时候。因此，如果在碰到支缴多次但一直没有应允时，不妨请示一下神明，是不是今天不便给签。禀告你的问题支缴后，如果是一正一反，则为圣杯，代表所求之事神明应允、赞同或可行。两只角杯皆为正面平面，叫做笑杯，代表神明笑而不答，或求签者陈述不清，无法裁示或机缘还没到，或所提问题当事人自有主张，无需多问等含义，也可以解读为神明主意未定，可以重新请示。如两只角杯皆为反面圆弧形，则是无杯，代表神明不赞同或不可行。心诚则灵的道理，有一个概念是我们想分享的，那就是心诚则灵的道理。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比多少鲜花素果、添多少香油钱更重要。神明是看你的心，不是看你带了多少贡品或香油钱。神明之所以成为神明，就是其思想与智慧超出我们千万倍，所以不需要用太多繁文缛节去限制了信仰自由。其实跟神明相处，就跟人与人的相处一样，将心比心，以诚相待，互相尊重。如果生活遇到困难就跑去求神拜佛，但却不反省与思考问题的所在，不肯从根本问题去改进，这样任何神佛都帮不了你。毕竟自己的问题，其实自己最清楚，有时候只是人本身不肯面对问题而已。很多时候并不是神明不灵验，而是我们自己得过且过造成的。所谓的修行，就是修正而行，让我们一起从上天的提点中，让人生过得更美好而充实吧。求签准确吗？不同的神尊看到的你的未来都是一样的，只是就像人一样，神明也有不同的个性。例如关帝爷是武将出身，给的签诗就会比较直接，习惯单刀直入切入你的核心问题，会用比较豪迈的方式来回应你的祈求，不会拐弯抹角，也不会模棱两可。所以很多人，特别是刚开始求签的朋友，都会特别觉得关帝签神准，就是这个原因。而观音菩萨或妈祖娘娘给签诗的方式往往会比较温柔，虽然事情的答案是一样的，但给签的方式有时会比较偏向抚慰人心。但不论是关帝爷、观音菩萨、妈祖或一切神尊，神明都是一样慈悲无私的，只是每个神明度化人们所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已，准确度都是100%相同的，都是同样的灵验。签诗是奇妙而灵验无比的，有时候你觉得签诗看不懂，可能是你问的方法需要调整。就像人与人之间沟通一样，尽可能把你的问题想清楚，这样神明才能快速地透过短短几句签诗来回应与解答你的疑难。缘分的体察，就像人与人的相处一样，每个人跟不同的神明之间也有不同的缘分宿缘。让我们举个更好理解的例子，如果你踏入这间庙觉得特别舒服，神明给你的签诗你也特别容易理解，那就代表你跟这间庙的神明更有缘。有空没事就多去走走，让神明多认识你，成为神明的注册会员之类。然后不要只是有烦恼才去求神帮助，如果有好事喜事，也要记得跟你熟识的神明分享，一起感受你的喜悦。把信仰当成一种心灵的寄托，信而不迷，知道世界很大，有太多我们未知的事物，相信宇宙间有比我们智慧高明千万倍的先知，也就是神明存在，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好好把自己的人生过好，孝顺父母，照顾好自己家庭，知恩图报，把自己的人生过得精彩充实，能让你更有自信地去完成自己的梦想，过好每一天，这才是信仰的真谛。
解签靠自己体会，自己求的签诗其实只有你自己能解开，这点一定要有基本的理解。解签其实靠不了任何人，因为除了你自己，没有人真正100%理解你的问题或困难。虽然神明已经将要向信众说的话，在60张或100张不等的签诗里，尽可能的向信众指点迷津，然而在这么有限的签诗中，如何一下子就找到神明要指点你的含义？千百年来这个问题每天都在无数的宫庙中上演。资深的庙公、解签人员，他们或许都能试着为你点出一些方向，但毕竟他们不是你本人，当事人的问题有时候只有你自己最懂。求签跟学习其他事物一样，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体会的。没有人第一次求签就上手，什么都马上懂。当你常常去求签，你就会越来越懂神明要跟你说的话。签诗的内容具备许多要义，有些是在字面上一眼就看得出来，有些则需要细心体会。但大体来说，在这小小的一张签诗中，一定有一些玄机是你一眼就知道的。例如最基本的上签、中签、下签，有时候光是上中下，你就大概知道神明对你所求的这件事大方向的建议是什么了。虽然签诗中的古文典故都有它的道理，但别忘了，签诗也是千百年来流传的一种经典。许多签诗上面常见的名词，因为年代久远，所以难免生疏，不见得每个人都能理解或对应现在社会的形态。因此，不要太拘泥于签诗中的那些古文典故，就像观音六世七签所说的，很多事物文章不识一节明。即使我们无法理解文字，但只要用心去理解含义就可以了。记得，你是要获得神明的建议，不是要考试或是要背诵课文，重点是懂得含义。有时候，真正的道理或所谓的天机，光用文字是无法理解的，你得用心去体会，别无他法。读懂天机与神奇。签诗包含了天机，是神明觉得可以对你说的建议，但由于签诗数量有限，发挥的空间当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上签诗是神明给的，有时候里面包含了许多弦外之音，也就是天机。有些事情即使是神明也不便说太明，毕竟人生终究是你自己的选择。但神明慈悲为怀，他们总是希望人们可以趋吉避凶，因此如果你愿意用心去体会，一定能从签诗中获得更多对生活有益处的指点。另外，签诗偏向未来性，对这点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因为签诗是用来建议你对未来事物的面对态度，而不是去检讨你过去的一切。所以尽可能不要透过签诗去寻求过去的感情或事业等事物的检讨，这样才不会误解了求签的意义。上签下签殊途同归，神明之所以值得被人们崇敬，是因为神明无私无我，无论你的身份地位、财富多寡，对神明来说都是一样的，他只看人的心。俗话说得好，只有人会骗神，神不会骗人。很多人不敢求签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求到所谓不好的签诗，也就是所谓的下签。从某些角度来说，如果你对这件事已经有先入为主的答案，或许这件事其实也没有求签的必要了。在签诗的吉凶上，即使抽到大吉的上签，如果粗心大意或骄傲、傲慢，好事也会变坏事。反之，如果抽到下签时，能够谨慎而为，步步为营，努力去改善所求之事，那么危机自有转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逢凶化吉的机会绝对存在的，千万不要灰心。透过求签，我们可以获得生活、工作、感情、健康等各方面的指点迷津，从签诗中提醒我们谨慎而为，或者祝福我们心想事成。在求签的过程，我们得以从神明无私无我的智慧中获得一点生活的解答与抚慰。撇开宗教信仰不说，求签本身就是一件美好而良善的过程，
你说是吗？人生的习题，上天或许不会直接给我们答案，但一定会给我们找到答案的机会。希望之路不止一条，你永远有机会改道而行。感谢你的收看，这期分享就到这里，欢迎留言给我们，并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通知。我们下期节目见。